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面临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因为孩子，因为双方父母，包括你现在的生意失败，导致现在种种的不信任。在我最需要理解、需要鼓励、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却频频说出一些要分开的话，而且总是恶语相向。现在的我感觉我自己失去了所有。本来一直认为最坚实、最值得依赖的亲人，现在都离我而去了。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努力总会好起来的。可是，一直以来你表现出来的我行我素、自以为是，真的已经让我看不到了希望。你现在总是让我给你时间，我想知道我需要给你多长时间？我有信心一切都会变好，只是现在的我很迷茫，确定不了自己今后的方向。你就不能等等我吗？等我缓过来，一切都会过去的。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田先生33岁，来自辽宁待业，有请田先生，有请李女士30岁，来自内蒙古，公司职员，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家庭的所有冲突是从2018年开始的，对吧？对。2018年发生了什么？告诉老师们啊。18年我做生意赔了。然后我们两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从12年结婚到现在，有了2个孩子，然后到了18年的时候，让我打断一下，还是由我来说吧。有完孩子以后，我一直在家，然后他说我不修边幅，然后他上班挣钱，家里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不管。15年的时候，孩子大了以后，我就开始出去上班了，但是家里的所有的事情还是由我在照顾。16年的时候吧，然后他就说想那个自己创业，因为我觉得2个人年轻创业的话也可以，也挺支持他的。17年我们2个有了第2个宝宝。18年的时候吧，就是他做那个生意全赔了以后吧，然后我就说不要紧，我说咱那个一起去承担这个事情，度过这个难关。但是自从18年以后，他就一蹶不振，带给我的负能量也很多。然后他现在每天就是猜忌我，就老酸我。我猜忌你不是因为我平白无故的猜忌他，我是有原因的，而且咱不着急啊，不跳跃。18年的时候买卖赔了，对，是吧？对，赔了之后就一直不工作吗？送过外卖，那不是挺踏实的吗？没有，19年的时候，因为家里头那个压力实在特别大，银行的贷款，然后需要还，然后还有就是孩子，然后咱们那个生活那个支出也比较多，然后我俩吵了一架，然后他出去送外卖，但是送外卖吧，然后受伤了，当时比较严重，我在床上躺了半年。哎呦，那对这个家庭来说还真是哈。对，但是我也没埋怨他，一直在鼓励他。但是那段期间，就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吧，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外面可能这样了那样了，然后又或者又是说老天呢对我不公平怎么样？我就是一边在外面的压力不说，我回家还得照顾孩子，然后我一边还得哄着他，就害怕他还出现点那个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因为这期间也发生了几件事儿所以我才对他有一些猜疑的这个想法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一次呢，他们单位聚餐，我就挺担心，因为那段时间我可以下楼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晚上9点多，我说你这边结束没有？他说没有呢。我说你快结束了，你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去接你。天挺冷了，还挺黑的，我说你一个女孩在外边挺危险的。他说行。过了一会儿呢，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这时候又联系不上了，然后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给他发视频，他不接。过了3、5分钟给我回了个视频，当时我看见视频那个场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儿了？告诉我在饭店门口等着出租车打车呢。当时我看见那个视频里边的场景就是在我家楼下，我说你能不能不撒谎？他一看我看穿了所有的一切，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一个男同事喝多了，非得要开车回家，他呢在车里边劝人劝1个多小时，怕我误会又怎么样的。就当时这个情况，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不怪我多想，我一直都认为夫妻之间最基本的是信任。
我想信任他，但是你说的太对了，你最基本的信任你都没给到我，你现在我信任你了，但是你撒谎啊！你现在你都在揪着这个事儿不放，是我因为撒谎了，然后这事儿我做的不对，但是你包括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些事儿？而且你还有一次呢，后来我找了一个做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做那个工作每天下班确实很晚，有一天晚上到家快10点了，我给他发的微信，我说我快到家了，他说好，我在家等你，然后我刚到家楼下他就下楼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嘛去？也是支支吾吾的。后来说出来了啊，我那个同事喝多了，想找我去聊聊天。我说那行，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他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没看见他这个同事，自始至终没看见这个人。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都解释不清吧。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这个事儿绝对是没有的，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啊。我说行，我说我选择相信你，咱回家。回家之后了，他跟我说我解释，我跟你解释，让我给他打电话，打了20多个电话没人接。然后呢，告诉我啊，那你看咱俩的聊天记录，看微信。看聊天记录也删了，这个事儿你让我怎么相信呢？我俩的关系现在就是很好，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父母关系也很好。不是你们父母关系好，他还是个男的，你还是个女的呀？他现在他跟那个同事属于是兄妹的关系，他认了他那个同事的那个母亲是干妈，后来也都解释清楚了。不，反正你是能解释清楚，在我这儿真解释不清楚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莎娜认我母亲为干妈，我认你母亲为干妈，你就是个无性别的人，我也是个无性别的人，我们俩就不太可能产生男女之间的情愫了。对，是这意思吗？对。这如果是兄妹，干嘛要删微信呢？因为当时就是我对象的一个情况，我跟我那个同事吐槽他的比较多，就说他那个包括他现在不上班啊，不挣钱这些东西吧，我觉着让他看到以后会不好，所以说就会把这个说的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就删掉了。你当他面没吐槽过他吗？也说过，没少吐槽吧？但是他这种事情跟别人说的话，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他会那个面子上会挂不住。咱往下捋啊，现在的家庭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啊？现在的状态就是他一直都让我给他时间，然后他也是包括现在我说我不想跟他继续走下去了，他是说因为我外面怎么地了啊，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从你那个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我俩从处对象在一起10多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是围着他。最近这2年，就是他说他出去上班，但是我说我需要看到结果。2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压力大，对，压力特别大。然后他父母、我父母现在帮衬着我们，如果不帮衬我们的话，2个孩子的生活开销就是每个月的话将近6000块钱。你说这个费用从哪来？我现在除了上班，然后我还得兼职，然后家里头里里外外我还得照顾。你不上班行，你不挣钱也行，那你家里能不能替我分担一些？小田为什么现在不上班？我最近这2个月没有工作，因为我们在一起这些年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了，他帮我背了一些债。然后呢，我就想找一个机会，就是能快速的把身上这些账全还了，因为我原来在单位1个月旱涝保收也能开1万多块钱，然后我现在我出去上班，我打工挣一个3000、5000的，我这人我不是强啊，但是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因为我在沈阳也这些年也有一些人脉，我在寻找这个机会。就是说您现在在筹备东山再起，是这意思吧？对。那这个大概要多久呢？这个月不行的话，就下个月我就开始找工作，正常上班了。对，他永远都是在告诉我，你等等我，你给我点时间。我想知道，从18年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了，就是我一个女的，我承担起这个家已经撑了2年了。我不是说我怎么样，但是太累了。我不仅得照顾你的情绪，我还得照顾公婆的情绪，还得照顾孩子，不容易。你对呀，什么情绪我都得照顾。然后让我说，哎，你给我点时间，你别给我太多压力。就一直以来哈，就我俩在一起是一直以来都是自以为是。然后那个比较自私的一个人，我俩刚开始在一起，我说我肚子疼，你陪我去医院吧。然后人家朋友这边来个电话，直接跟朋友走了，我自己去的医院。还有一回就是情人节赶上那个正好我过生日，人家都给那个就是女朋友买的礼物什么。其实我真不是说想要那些礼物，人家来就哎咱那买那些东西干嘛呀？浪费钱怎么的？无所谓。结果人家请朋友吃饭，我是在意这个点。一共是20多个朋友吧，他拿的钱，请人吃饭有钱，就给我买个小礼物的钱没有。包括现在我每次回到家，我有一次那个特别崩溃的哈，主持人，我回到家哈，就是我早上给孩子换下来的衣服，在水池子上放着了。我晚上回家累了一天，回到家以后，那天老师还给我发那个微信了，就是说那个孩子这2天学习成绩下降，心情挺不好。我开门一进屋的时候，我早上换下来的就给孩子的衣服还在水池上堆着，他在那躺着玩手机，我什么想法啊？我问一下老田啊，当时受伤是什么原因？伤的有多重，要躺半年呢？伤在脚，大脚趾。
当时是那个骑那个电动车嘛，因为我整个人我刹住车之后，我人飞出去了啊，然后那个车呢从我腿上碾过去了。当时那个车压完之后，我整个脚趾甲全都压在肉里边了。当时医院给你的诊断是什么呀？我当时没去医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条件，然后他一直让我去医院啊，我说没事儿，有骨折吗？后来过了两个月，将近3个月之后，去拍了一次片子，没骨折。这么听起来不是个大伤啊。但是当时那个脚，整个那个脚面全都是黑的，到现在还都有点隐隐作痛，但是不是现在之前那样了。我以为是什么腰椎伤了，要躺半年哈。啊，没有。那家里的事儿可以做做呀。我这人可能是像他用他话说，就是比较大男子主义，就是眼睛里面没活。我之前我也关注他，不是不关注他，只是我关注他的点。然后呢，他说我家里这些活，我也不是不干，就是可能我眼睛里边没有这些活。但我现在我在改变。你们家谁做饭？现在我妈在做饭，帮我带孩子。哦，所以你还是最轻松的一个人，家里哈。也不能说是轻松，因为那可不是吗？就是你在运筹帷幄是吧？刚才你说了一句话，就不想再走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老让我给他时间，我就觉得既然我现在我一个人我也能养着家，我为什么还要多一个呀？我就多负担一个呀。那孩子怎么办啊？我是想那个负担，毕竟我现在有收入。然后他就看他这边，我婆婆在这，我很感激我婆婆，但是你不能所有东西全指着你妈，对吧？早上那时候2个孩子，老太太送一个，我是不是得上班之前我急急忙忙我还得送一个？那幼儿园8点多送就赶趟，但是我8点上班，没办法，我得带着孩子7点多下楼。你干嘛呢？你睡觉呢？你天天晚上11、2点钟回来，1、2点钟回来，我不说你，对吧？你现在是不是在来这之前，你是不是那天晚上还12点来钟回来的？你去什么跟朋友去谈什么资源呢？是什么？那你每次都这么谈，你谈的资源是什么？我不想看你的过程，我想看结果。现在就想要结果，大家都得吃饭，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小田听这些抱怨烦吗？也不敢烦了，因为确实有些事儿确实我做的也不对。这么多年，他对我，包括对我家里边付出这些，我确实我心里边非常感动。还有，之所以问妻子孩子的问题，我是想知道他是真想离还是假想离啊？真想离可能已经考虑的都很周全了，现在看来还不是真想离，但是离真想离那一步就非常近了。如果真的到了某一个点上，妻子真想离的时候，我估计这个家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了。等于妻子一个人承担了家里的所有重任。如果您说您是瘫痪在床，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话，相信这个妻子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了你往前走。现在的客观条件是说你不愿意往前走，等于小钱看不上，大钱挣不来。对，今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了。来干嘛呀？因为他想跟我离婚。哎呀，特别感慨啊！我就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男人的这个意志力好像真的不如女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小挫折的时候，很多男人就趴在那儿了，而你会看到的是那个坚韧不拔的，反而是身边那个弱弱的那个女子。我相信我能站起来啊！那你就要不然就先跟他离了，等你站起来的时候再跟他复婚呗。反正他也不会跟别人跑，他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想警醒你，这行吗？我已经醒。这话你应该听的比我听的次数多，对吧？对，经常会告诉我说：“你再给我点时间，你给我次机会。”咱俩在一起就10多年了，就是这种就是我俩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而且还有2个孩子。而且我是单亲家庭，我父母离婚，我怎么样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心里太有数了。咱俩能不能走下去？我说这个事情不在我，全在你。但是像刚才您说的也是，你这小钱还不爱挣。我能理解，可能在小田的心里面一直在想那句话：世态炎凉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可能对妻子来说的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我真的要各自飞吗？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你们2个人夫妻现在的位置啊，在我们外人看来，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就一个小细节，刚刚一上场的时候，田先生没说几句，李女士马上就打断了丈夫的话。通过这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得出来，
妻子现在有非常强的优越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已经看不上你了。这话有点残酷，但这是现实。可是为什么看不上您？不是因为您生意失败了，不是因为您曾经受过伤，而是因为您在面对生活的困苦的时候，选择的是逃避。我们都说一个家庭里面2个人是有分工的，你在这个家里面充当的角色是什么？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了吗？让这个女人扛起所有的责任，这日子确实难过，给谁谁都可能会动这个心思。人家说心由境转，境由心生，就是如果您的心境不改变的话，你的生活永远不改变。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改变是什么？改变不是坐着等的机会来，你必须要迈出去，要从小事做起。哪怕你就想，我真的是没有能力去还这个钱了，我把家照顾好，不也是替他分担吗？也能让他看到希望啊。所以您也别怪说妻子现在有这个心思想要离婚，但是跟妻子要说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您经历这些年的苦，我相信所有的心里的委屈、身体上的累、疲惫，没有人能感同身受。你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但你切记，你所有的功劳不要毁在男女关系上。如果您要是想好要追求自己新的人生，一定要先结束一段关系，再开始。最后就说一句话送给先生吧，我觉得抱怨啊，它就是一味毒药，它不仅呢是消磨你的意志，更体现你的无能。所以你抱怨命运不公，抱怨自己人生悲惨，你不如现在先从小事做起，体现你这个人在这个家或者在这个社会的责任，你才算个男人。谢谢。谢谢沙娜老师。厉总，说实在的，我真的是蛮尊重你的。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你对他的忍受忍让已经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也真的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也想问问你啊，就是你那个生意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怎么说呢？太急功近利了。我投了好多项目，投了得有80多万，全赔了。你有没有想，你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到现在为止是负数？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想，不是你急功近利，而是你的能力不足以让你做生意？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那你现在还要想再做生意？你的上一场生意赔了差不多倾家荡产，你还要再找机会再做生意，你不是有病吗？你还没有想过你要脚踏实地吗？做点实事儿吗？所以妻子说，你说你在床上怨天尤人，你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呢？你有没有躺在床上怨自己无能窝囊，要为家里边做出贡献呢？10几年了，我真的是不想拆散你们。我觉得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我觉得你从今天起这一辈子不要再做生意了，你为这个家庭付点苦功，做点贡献。如果你现在再不能脚踏实地，我觉得就立刻分手。还什么再等1年，再等2年，什么再等1个月、2个月，创业是你1、2个月就有了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不改变，我觉得带着孩子一定走。好，谢谢厉总。来，杨老师，跟妻子交流一下。2017、17年之前日子过得是挺好的，因为他赚钱。17、18年之后日子过得不好了，因为他不赚钱。除过他不赚钱之外，其实其他没有变化。这个男人从根儿上不干活、不爱家、不照顾你们，对吗？所以他根儿上就有问题。你的那个干妈的儿子、干兄弟，他是单身还是有家呀？有对象。那他有忧愁的事儿，酒后就找你聊天，你不怕把人家的这对象给搅黄了？没有，我跟他对象关系也特别好，我跟他对象也是属于小闺蜜的那种，我俩经常在一起玩。防火防盗防对呀，这还用我说吗？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这段婚姻继续，还是说我就不干了，我再找一个，你也从根儿上有一个观念必须转变。
你对一个男人的评判标准，不能是他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忽略，不好的时候什么都是毛病。我这个好指的是赚钱与否。你们从根儿上你就没有把他调教好，所以他今天变成我不赚钱了，我在家还是什么都不干，我还是不关心你，我还是不知道你心里的苦，从头就不对，有苦有愁。你去找一个还很惆怅、酒后吐真言的异性朋友，所谓的干妈的儿子、干兄弟，你不觉得这也不好吗？这只会让你的生活越搅越乱。半夜10点多喝完酒给你打电话，这但凡谁听起来都不太正常，也不怪他这么说你。所以希望你不要在男女关系上再一次犯错误，从一开始就要清晰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需要有怎样的品质，我要怎样去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帮助他来持续这样的品质。当然，我觉得你也不见得真的想离婚啊，连孩子怎么2个人分你都没想好，所以你自己要清晰啊。先生，我想说的是，人生、家庭、事业要想有幸福感、有成就感，那是在每天每时每刻的。你生意失败了，那人生就没有了吗？你把你每天的价值体现了，你依然可以有一个丰满的人生。现在没有好的机会，或者之前你受伤了不能够工作，那我们能不能把每天的价值体现一下？你做顿可口的饭给你老婆，你说点甜言蜜语让老婆心里舒服点，你半夜去接接她，听听她心里有什么委屈，你把每天每时的价值做到，这婚姻能维持啊。如果你固执的只认为我赚了钱我家就好，我不赚钱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再想想办法，你办法也想不出来，日子也过不好。踏踏实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对老婆孩子，照顾好你的父母，就这样吧，谢谢。谢谢严老师。你们仔细观察他，他一直是一股骄狂之气。大家都失败过吧？大家都知道失败之后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焦虑、焦急，不太可能有那种骄狂之气，你知道吗？他现在还可以在家里面不做家务、不做饭、不管孩子，连孩子送一下都不愿意。川哥那么忙一个主持人，每天5点半起床，每天送女儿上学，人挣钱，人大主持人，每天送，真的是一股骄狂之气。所以我后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一股骄狂之气？你的错，我失败过，我在家里面我妈怎么对我我也知道，好过头了。很简单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失败了，他应该怎么样？承受结果。为什么一个人失败了，反而回家之后要被宠着，要被惯着，要被呵护着？凭什么？你闯了祸，我还要宠着你，好过头了，就被那句话绑架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哎，我不能做这样的人，所以我要帮你一起扛。你是帮他一起扛吗？你是替他扛，所以变成了什么？在有一些家庭里面，男人，我出去冒险，我输了，风险我是不管的哦，风险我家有女人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在家里面一唉声叹气，所有人都得来哄着你？你知道计划和空话的区别吗？计划是有执行的反馈的。你说我有一个计划，好，你今天计划了，明天去做，后天你要把这个反馈拿回来，我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了？为什么不行？那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空话是什么？空话是永远在等一个机会降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说的是空话？因为你永远在等一个机会降临，所以你不要说我可以的，我想明白了。你想明白什么呀？你的骄狂之气没有消去，什么都没有想明白，所以你拿不出你的计划来，只能把你当成一句空话。既然你是一句空话，对不起，我就只能把你放了，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先说一点啊，就是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所有人都在鼓噪，或者说鼓励，当一个家庭出现了困难的时候，就一定要分开。我们首先没有这个意思。刨除这一层之外，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看掉了一个垮掉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我说的难听一点啊，吃软饭还要吃得豪横，那您得有点能力吧？您的能力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和你们家生你那个女人，他们爱你，这不就成了欺负人了吗？就厉总说那个嘛，不是干买卖的人就干点本分的事儿，咱还钱啊，这有啥呀？你作为一个男人，你不觉得羞愧吗？
你现在应该赶紧去挣好能挣到的每一分钱，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哎，急死了！两位女性老师提醒您那个问题，您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瑕疵的话，这是一个瑕疵，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不这样，他又怎样呢？他的苦跟谁说呢？咱想想。唉，一起进入真情60秒。亲爱的，我们在一起12年了，这12年你对我付出的，对这个家付出的，我太明白了。只是我现在可能还找不到方向，但是刚才听老师说了这么多之后，我真想明白了。我想你继续跟我走，我把我今生所有的12年全都交给你，我把我的一切都还给你。我不是为你做一个承诺，只是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感情，我想让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一直都说的是，我们两个人之后能走到什么地步，全部取决于我，全在你。然后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就是说，你跟我说的这些东西，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去想一想，好好的去实践。还没说你要干啥呀？还是空话呀？回去干什么都行，送外卖也行，做房产销售也行。就是你回去以后就就业是吧？对。啊。哎，行吧，谢谢两位，请回吧。哎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还是挺有悬念的。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我不想问你这个情绪和感情上的事儿了哈，我只想问问你回家以后干嘛去？有一个假设前提是他跟你离婚，挣钱，养孩子，什么？上班挣钱干活。其实你要做到了你说的这几点，这也就是一个舞台上的结果。特别想跟你说一个鸡汤话，叫加油，努力。好好生活，踏实的活着。谢谢小田，请回。也挺揪心的是吧？还是希望看到这个家庭重新焕发出活力，在他们的窗外，你可以听到久违了的欢笑声。来了解下一集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快1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温和，也很懂得包容的人，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特别的强势，一点小细节都要和我去计较。在一起之前，我以为他的性格开朗只是对我，可是在一起之后，我才感觉他对身边每一个异性都很好，他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受。我虽然是喜欢有一点男友力的男生，但他的男友力却让我感到特别的吓人。他对我好的时候是真的很好，但是一强势起来又让我接受不了。我很想努力去改变他，可我越约束他，他就越叛逆，变本加厉的和我对着干。我所做的明明是为我们这段感情好，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马先生27岁，来自山西，设计师，有请小马。王女士24岁，来自山西，教师，有请小王。欢迎两位哈，大男子主义是吧？对，看不出来啊。我刚开始也没看出来啊，就是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之后。这久是指多久啊？我们两个其实认识了时间长，有快2年了，但是其实在一起的时间也就7、8个月。开始你还说挺喜欢大男子主义啊？我所指的大男子主义，就是现在女孩她都喜欢那种比较有男友力的男孩子。
就是他这个大男子主义过于的强势，男有力是吧？对对对。你听过这词儿吗？就展现出一个男朋友应该有的力量吧，感觉。哎，对。就这意思啊！你看现在女孩子谈恋爱，行，往下说。主要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挺好，他对我也挺好。现在的话，时间长了的话，就是他变得特别的强势，就是过于大男子主义，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我特别的累，不能忤逆他的任何一点。对，你能举点例子让我们？有特别多，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我单位是5点钟下班，他约了我是5点半的时候，在我们单位门口旁边那个超市里买点东西。走到超市的时候啊，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5点32分。就因为我迟到了2分钟，他在超市门口那么多人，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是那样吗？那不是那样吗？从你学校走的超市呢，满够能用多长时间？最多15分钟了吧？对啊，我都给你留出来那么多的时间，我都让你5点半到。不是，那你那么多的时间，那你在那干嘛呀？你和男同事们这样那样的。什么叫我和男同事们？你怎么总是爱扯这些有的没的事儿？我问一下，你们是准备干嘛呀？就是去超市买点。去买东西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他到了门口，那就说，那我怎么了？就是哪有男同事？不就2分钟而已吗？他生气的点是，他是怕我下了班之后在单位和其他男同事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对，满共15分钟就能到，我已经给你多留出来15分钟的时间。那我不可能5点1到，我开门就走，怎么可能？这事儿你还跟他解释吗？像这种情况，你应该翻身就走。翻身走的多了。还有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好了，我说这2天大家工作也忙，好久没见了，不然咱们抽1天，然后来我家吧，咱们一块包饺子。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嘛，一起包饺子、煮饺子、看电视，很幸福。然后，但是那天呢，他突然单位有点急事儿，他7点半给我发微信，他说我那个可能没法准时下班，要不然你先包吧。然后当时我就想着我。既然要等他，不管多晚，我都要等他。结果他9点多啊，一进门就开始质问我：“你为什么一个饺子都没有包啊？你为什么总要等我啊？为什么都是我在照顾你啊？你就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儿吗？”然后就特别的凶。你说好的包好的饺子呢？对啊，我明明在微信当中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就别等我了。你既然包了吃，我就吃点凉的，吃点剩的也可以。可是我就是想和你。可是他一回去就在那开着电视，在那玩游戏，天天打游戏，游戏上边。只有1个女同事，其他都是男的。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那我又没有只和1个男孩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最后没有因为这个事吵完就结束了，他把那个饺子盆特别生气，拿起来全都摔了。我就怕他会打我，我就跟他提出分手。他第一反应不是来安慰我，而是去反锁门，他就是怕我走。你在这儿当好人，你是怎么说的？动不动口头禅就是我凭什么？我凭什么？你有病啊！我为什么给你包饺子？一生气就这样，特别倔，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我想和你一块儿啊，不是我。你看这话就话赶话，我就平时在我们2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就很少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他说我强势，我还觉得他强势呢。啊，是。上次你当我朋友聚会的面，你直接把我拉走，你还记得吗？你跟我发视频，你说哎呀这男的挺帅的，工作也挺好的。什么我给你发视频啊？就是我们朋友们，你好好说行不行啊？在一块儿吃饭那些人你都认识吧？那去了你非要跟我视频，就只有1个男孩你没见过，你问我他是谁？我说那是朋友带来的朋友，我那是开玩笑的。我说挺帅的，工作也好什么的。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回我微信，电话也不接？但是因为我没有听到，那你也不能。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可能干什么？那么多人，又不是光我们2个人，你怎么总是在幻想啊？不是这1次2次了。而且你当着那么多人面直接过来把我拉走，搞得我也很尴尬。你真的太强势、太大男子主义了。可是我在你这儿，我就没有觉得你把我当成一什么。为什么？主持人，我和您说，我们2个在一块逛商场，遇到他的朋友，他就能甩开我的手，好像我碍着他事儿一样，我没有和他搞对象一样。生活当中总有这些。很小的事情吧，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件事我没和你解释过吗？那是我高中同学。高中同学怎么了？高中同学影响我们好几年没见了，我不想当人家面就感觉卿卿我我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看到我的同学，我第一反应确实是。那就说明你心里面有一个深藏不露的第一反应，丢人、现眼、松手，你不觉得吗？不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了。男同学、女同学？男同学哦，但是当时初恋对象是吧？没有，曾经单恋过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没有。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没事那有什么影响吗？后来我跟他解释过了，
他就特别爱逼迫我做很多事情，搞得有时候我特别害怕。经常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的时候约好晚上去他家吃饭，说好的8点，我8点半到的，敲门他不给开，他说你在门外大声喊，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我就给你开。他老让我做特别丢人的事情。然后你喊没喊？最后我小声的跟他说了。那你还是接受了吧？还有什么呀？老师还有啊。我还有个小视频，我今天准备了。那别的男人在台上唱情歌给他，他还发朋友圈。我看看。你看王小姐。这不在哪儿酒吧吗？对。此去一别，何时再会？我没空，只是风沙闭了眼。这不是那走就走了吗？给你唱个歌干嘛呀？好像不回去似的。这个人你又不是不认识啊，这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天正好就是大家可能他也喝了点酒吧，都很开心。然后正好第2天可能我要出差，他就给我唱了一个这个歌，我觉得没什么。那我也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朋友嘛。但是后来他跟我讲，玩桌游认识的一帮的朋友，第2天都能跟人家去露营，晚上不回去喝酒，在外面玩。我不喝酒，后来我就慢慢我就有点受不了。我所有朋友都知道我不喝酒，那晚上去露营的就是搭个帐篷看星星了，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如果第1天认识的朋友，我第2天不会和他们这样的。那我当时叫你了，是你没有时间。我没那脸。你有毛病吧？你看又来了，老师。那我也好，总比你强啊！他也有他的什么发小，说是发小10几年没见的发小，2个人一块儿吃饭，就来这儿旅游，找他不找别人。我这样搭帐篷什么的，能比过你的这个吗？你觉得？我回家了呀，搭帐篷你没回家呀。你为什么总要跟我一遍遍强调你回家了呢？我在乎的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回家。而是你为什么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应该接受，而我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行？对啊，就不行。而且你和那个女孩那样都10几年没见了，她是从国外一回来就只找了你，而且这么3、4天都是你在陪她，中午吃饭，早上开车去接她，晚上的时候陪她吃完晚饭，2个人还要去酒吧坐一坐，玩到凌晨1、2点再回家。你是特别想知道国外的生活吗？我没有跟你说，那家里关系就很好啊。他的父母没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可能小的时候有吧，我也不知道。现在呢？现在没有。有男朋友了吗？有。太可爱了，这个年轻人。认识了2年多才在一起7个月是吧？700。那2年多没有谈是吗？对，因为那会儿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我大3回来的时候，然后我还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又回到太原之后发了朋友圈，他看见了，可能经常叫我出来玩，滑雪什么的，慢慢才在。我俩其实感情我觉得挺好。哎，你女朋友应该挺不让你放心的吧？我感觉我还挺放心的吧。你会觉得，哎呀，是个男人就能把你女朋友带跑吧？那倒也不会。他说的这些发脾气啊什么的，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呢？对，一开始其实没有，但总是后面就觉得，他的异性朋友怎么那么多？那为什么他跟你谈恋爱了，不跟其他的异性去谈呢？肯定我有闪光点吸引他啊。你有闪光点吗？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现在就一点一点磨没了，才7、8个月，我真的不知道3年、4年以后还能成什么样。所以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家看着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刚才问那个话的意思就是，我觉得男生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不够自信。那这个不够自信是打哪儿来的？一个女生又能喜欢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你给的信号啊？马上他刚有一点，我是有闪光。好吗？好也都磨没了，这话我怎么听呢？你们好像不会表达，而且我发现他们所有发脾气的点，到男生这儿就全变成了女生跟异性的关系，让他不安全。当然，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情侣之间呀，吵架是门艺术，吵架也得会吵架。你看你俩吵架，话赶话，说的都是情绪，大庭广众之下不顾女友的面子，就问一下为什么？你解释好了原因，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儿说完了，2分钟至于吗？
你第一想的就是你肯定跟别的男生暧昧了，所以你女朋友在你心中形象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每次也都不跟我解释。你好好问了吗？你已经给人家下定论了，你让人家怎么跟你解释？第二件事包饺子，你也是好心好意的，你想享受那个时刻，你就告诉他。但是你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吗？他想的是我加班这么累了，我下班还得跟你一起包饺子，我就想进门吃口热乎的。所以有一些浪漫的事情，它是要接地气儿的。哪个人上了一天班又加班下班还有心情跟你浪漫，还包饺子？你一看过了8点了，你就想他下班以后回来再包饺子，折腾到几点才能睡觉啊？就先包了，等他回来再吃，下次再一起包。然后你把这个想法心平气和地表达出来，我是享受跟你包饺子的过程，而不是一起吃饺子。如果真的吃饺子，煮点速冻饺子不就完了吗？所以有话不会好好说，有架不会好好吵。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是转变心态，学会好好说话。如果发泄情绪，我们只发泄情绪，但是吵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谢谢。谢谢珊娜老师。厉总，你男朋友啊，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轻度妄想症，第二是重度强迫症。你想，你迟到1点，他就幻想说，哎，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了？然后呢，你去露营，露营是每个人一个睡袋啊，是不是？而且一堆人啊，又不是就2个人去露营，他又幻想那出了很多事儿，是吧？而且他自己呢，跟着女孩从一早到晚上凌晨1点钟回来，你干什么了？别人能知道吗？结果呢，你的一个高中同学就一个拉手没拉，他的那个幻想症又出来了。人家唱了一首歌，明明只是换了一个词儿，他就说是情歌，是不是？就他的幻想症已经达到了完全可以无中生有的地步。所以以后呢，很可能是你没干什么事儿，他就觉得你干了什么事儿。所以这一点上，你要是不帮他改，我觉得你未来危险。加上他还有一个重度强迫症，就他一定要你怎么样。对吧？他明明知道你特别讨厌在外边跟他吵架，那他故意要在这个时候这么做。包括他把那些没有的东西去说出来，包括他的扔饺子，我觉得啊，他不是自己的情绪失控，他是有意识的理性的控制，而且他在意的也不是那个饺子，还是他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幻想，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对你加以实施控制。但我觉得他的控制呢，稍微往非理性上走，那你要注意这个苗头，你要自省一下。如果你真的爱他，我觉得你要变得理性。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什么东西是你幻想的，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幻想，不要无中生有，你们2个才能有相对比较好的人生。谢谢栗总。聂老师，什么是男友力啊？不是嗓门大会吼，那是坚定、勇敢、有包容的力量，他都没有啊。所以你发现相处没多久，嘿，这是个纸老虎，身上其实没有你希望那些优点，反而都是你看不上的缺点。所以逻辑很清晰啊，你越来越不欣赏他了，越来越不喜欢他了，越来越觉得这个男人不适合做我的男朋友。男生，你为什么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归根于他是不是跟别的男生有互动？是因为你清楚你的这个女朋友心里不全是你，当然也可能没有装着别的男生，但是他心里就是没有满满当当就是你。他为什么甩开你的手？因为他就觉得你拿不出手啊。这要真的很在意你、很喜欢你，那遇到以前的老同学了，哪怕是老相好，那也得吹嘘下，你看我男朋友，我有了新的爱情，我们可好了。所以你的感受是对的呀，他就是没有那么在意你啊。去外边露营，固然这个事情无可厚非，但是男生就是不喜欢女生那么草率，第2天才认识的朋友就去露营。这个没有对错，每个人的对生活的看法、对关系的相处不一样，但是女生就是不愿意听你的呀。为什么？就心里没有全是你，你越大声的喊他，只能让他心里越来越坚定的认为你不适合他。所以我看起来你们关系很清晰，女生没有那么喜欢他，或者是越来越不喜欢他，甚至是开始讨厌他了。既然你觉得不适合，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所谓给你唱歌来表达对你的喜欢这种事情来刺激他？他本身就是个易怒的、很难控制情绪的人，你也别惹他。你真的惹他，有天说不定他控制不住，动手了怎么办？
不要去迁就你不爱的人，你走就好了。年纪轻轻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和你能一起看星星的，让你觉得特有男友力。见了面，不管谁看到你们俩，你都愿意拉着他的手说：“这是我男朋友。”男生，你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不在意你，你要不提高自己的能力，让他爱上你，要不你就放开他，去好好修行自己的力量，真的做个有力量的男人，才能拥有一个渴望有男友力的女朋友。谢谢。谢谢严老师，陆琪老师。你上来之后就开始说一个词叫忤逆，用到忤逆这个词，就说明他经常给你会设定一些界限，设定一些目标，然后你会不答应。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其实我很能感受到他的心情，就是他对你的爱是束手无策的，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第一个我拦不住你，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也说不过你，第三个要我离开你我也做不到，是吧？现在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遇到束手无策的爱，或者遇到所谓你的那种忤逆，一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就是我们在爱情里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不允许有人追求你吗？那遇到追求者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一般男性会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适度的反应，适度的反应可能我就生气啊，我就跟你说不行啊，我求你或者我作一下都可以，这是适度。第二个叫过激，过激的就是上手啊，用暴力的行为或者说是边缘暴力的行为，其实摔那个肉馅那个就是边缘暴力的一个行为啊，就用暴力来恐吓，这叫一个过激的行为。然后再严重一点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他现在是处于一个过激行为的边缘，但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不是大男子主义了，他就是极端性格。他的极端性格一般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特别容易激动。极端性格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他在激动的时候的他表现出来的形象和他平时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当极端性格所推动那个动作发生之后，他之后一定会痛悔莫及，所以一定会保证，就是我以后不犯了呀，我以后怎么样？我们不能说极端性格就一定引发家暴，但是极端性格往往会引起情绪暴力和家庭暴力。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不要控制自己内心的极端性格？因为你现在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你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这个时候不要放纵自己，爱情没什么，今天这个女朋友就算分手了又怎么了？你如果放纵自己的极端性格，将来很有可能哪一天你失控了，那毁掉的是什么？毁掉的是你的一生，你父母的和你的整个的家庭。没有哪一个爱情和婚姻值得人走到那一步。所以在这里面，除了我要讲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也要跟很多已经有极端性格的男生或者女生说，我们时刻要警惕自己情绪上的问题，时刻要警惕自己在生活里面暴露出来的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很多事情它的收益是不够的，但它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矫正时时刻刻要开始，对自己的觉察时时刻刻要开始。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关于陆琪老师说的那一部分，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有倾向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激发的？好好去想一想。摔饺子馅儿，当着一桌人拉起就走，就是但凡这几种行为出现的时候，或者说女生在恋爱当中，你感觉到你的男朋友已经开始控制或者灌输一些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警惕。女生你也想一想吧，责任不完全都在他，啊，自己去做选择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说我今天来这儿，不是说非要跟你断的那么彻底，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你也做了很多其他男孩都做不到，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而半夜给我送饭之类的，我都明白。就是时间长了，我就是想让你多包容我一点，就是拿出来你本有的包容和大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也愿意和你走下去。但是如果
你这个总是改不掉的话，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未来是有挺大顾虑的。其实老师们也说了，我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总是感觉在那样的争执当中，我没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我想说一些话，你去听，你去想，你去理解我，可是你总是那样。我也想过陪你长大，请你也多理解理解我。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男生好好想想吧，怎么控制自己。女生，如果你真的还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的话，学会不要激怒。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各位，请见证。我也知道很多事情是我可能故意找茬，故意不听你的，然后我也希望你真的能多包容我一点，我还是相信你的。其实，如果我做的一些都是因为我对你不够信任的话，那么我愿意真心的去相信你。你以前问过我，你愿意陪我长大吗？那我现在的回答是，我愿意。谢谢两位哈，来，请亮灯，啊，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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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爱情的力量啊！如果他们在一起想好好的调试，那就好好的去调整一下吧。啊，希望今天我们说的话能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时常的想起。当男生想冲动的时候，能够学会控制；当女生想激怒男友的时候，也应该学会控制。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跟男友还没结婚呢，我自己身体不好，怀孕几率呢只有一半，属于困难户的那种，想经过治疗，但是经济呢又不允许。现在他妈妈要求我必须怀了孩子才能结婚，我男朋友还是想着我的，可是他妈妈很强势，我不忍心看他两面为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的婆家嫁进去也是只有你受罪，因为从始至终他只把你当做了生育工具。一片含有16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最后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